如果地球有一位护卫，你会想到谁？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地球可能在1994年就毁灭了。他既是地球的守护神，也是太阳系里的毁灭之王。他就是木星。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天体曾在太阳系里横冲直撞，小行星、彗星、流浪的岩石碎片，它们像是宇宙中的流浪汉，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只知道在引力的牵引下四处游荡。有时候它们会闯入内太阳系，逼近地球的轨道。如果没有拦截，它们将毫不犹豫地撞向我们的家园。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那次撞击释放的能量高达100万亿吨 TNT 当量，相当于全球所有核武器同时爆炸的数万倍。它引发的连锁反应让恐龙家族走向了灭绝，也让哺乳动物迎来了崛起的时代。那是一颗漏网之鱼，木星没有拦住它，或者说它恰好找到了一个空隙。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仅仅是一次漏网。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木星替我们挡下的撞击次数多到根本无法精确统计。科学家估算，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换算成一天24小时，木星在这一天里大约替地球挡住了上万次致命撞击。这个数字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推算。每一次撞击都可能是恐龙灭绝级别的灾难，而木星默默扛下了这一切，从不邀功。木星的引力场覆盖范围之广，超出普通人想象。它的希尔球，也就是引力主导区域，半径高达5300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138倍。也就是说，在这片广袤的空间里，任何试图穿越的天体都要受到木星引力的审视。流浪的陨石会被弹开，闯入的彗星会被改道，就连一些本该直奔地球的小天体，也往往在半路上就被木星截胡了。科学家形象地比喻说，木星就像是太阳系的宇宙清道夫，它用自己的巨大质量清扫着太阳系里的垃圾，让地球周围的宇宙空间变得相对安全。这种清扫工作，木星已经持续了46亿年，而且从未停止。每年木星要吞噬或弹射掉数十颗本该穿越地球轨道的小天体，这些天体小到拳头，大到小山不等，有些是孤独的陨石，有些是整颗流浪行星的残骸。无论大小，木星统统照单全收，或者一掌拍飞。这是一份工作量巨大却无人喝彩的工作。木星不会说话，不会抱怨，它只是日复一日地旋转着，执行着它的守护使命。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木星表面，当然这只是假设，因为木星是一颗气体行星，根本没有固体表面，你看到的将是一片无尽的混沌。大洪般的风暴肆虐了数百年，云层翻涌如同沸腾的海洋，但在这混沌之中，有一份永恒的职责从未改变，守护内太阳系，守护那个蓝色的小小星球。说到木星的守护能力，就不得不提1994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撞击事件。那是人类首次预测太阳系天体撞击事件，也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见太阳系级别的天体大碰撞。1993年3月，
天文学家苏梅克夫妇和天文爱好者列维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彗星，它的轨迹有些奇怪，像是正在朝着某个大质量天体坠落。随后的计算证实了科学家的担忧，这颗彗星正在被木星引力捕获，它将在1994年7月撞上木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前预测太阳系天体撞击事件，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沸腾了，无数望远镜对准了木星的方向，大家都在等待，想看看在遥远的宇宙中，一次天体撞击究竟是什么样子。1994年7月16日，人类亲眼见证了奇迹，也见证了恐怖。舒梅克列为9号彗星早在数月前就被木星引力撕成了21块碎片，这些碎片排列成一条长达500万公里的碎片列车，像一列缓缓驶向终点站的火车。7月16日，第一块碎片撞入木星大气层。7月17日，最大的碎片 G 撞击木星。那一刻的数据让所有人心惊肉跳，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6亿吨 TNT 爆炸。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这颗彗星撞的是地球，整个人类文明可能直接归零。撞击产生的火球温度超过2万摄氏度，在木星表面留下了比地球还大的暗斑。那个暗斑在木星大气中存在了数月，才渐渐消散。天文学家估计，这次撞击在木星大气中注入的能量，足以让木星表面温度短暂飙升。更让人震撼的是，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整整6天，21块碎片接连撞入木星，每一次撞击都在木星的云层中留下巨大的伤痕，这相当于有人朝着一面墙壁连续开了20多枪，而那面墙壁就是我们太阳系最大的行星。这次撞击让人类彻底清醒，我们以为安全的太阳系，实际上每天都有大量天体在狂奔乱窜。彗星的撞击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而是实实在在会发生的天文事件。而木星就像一个24小时不眠不休的守门员，把这些射门一一化解。如果那颗彗星没有被木星捕获，如果它的轨道没有偏离，如果它直接撞向地球，6500万年前的那场灾难将再次上演。但这一次，地球上可能已经拥有了数十年太空技术的我们，是否能够幸存，没有人知道答案。从那以后， NASA 和世界各国航天机构都开始认真对待近地小行星的监测工作。人类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家园并不安全，而木星的守护是多么珍贵的一份馈赠。木星清理太阳系的方式不只有硬吃一种，它更擅长的是用引力弹弓效应把流浪天体弹射出太阳系，或者推进太阳。这种4两拨千斤的技艺，堪称太阳系里最优雅的宇宙台球。什么是引力弹弓效应？想象一下，你在公园里玩弹珠游戏，一颗大弹珠可以把一颗小弹珠弹飞，引力弹弓就是这个原理的宇宙版本。当一颗彗星从外太阳系闯入时，木星往往能在它经过的瞬间改变其轨道的方向。它不是靠蛮力撞击，而是利用引力这个无形的球杆，轻轻一拨，就让彗星的轨迹发生了巨大偏转。这种偏转的结果有几种可能性。最好的情况是，木星把彗星弹向外太空，让它永远离开太阳系。这就像是在球台边缘轻轻一击，把目标球精准地送入袋口，
同时让母球滚向安全区域。最坏的情况是，木星把彗星推进一条更危险的轨道，近日点更接近太阳或者更接近地球的轨道。但更多时候，木星的球技是精准的，它知道什么样的力度和角度能把这些不速之客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当一颗高速闯入的彗星接近木星时，木星的引力会像一只无形的手拉着它转一个弯。彗星进入木星的引力影响范围，获得能量后被加速甩出。这听起来像是彗星获得了能量，但实际上，这是木星把自己的一部分轨道能量借给了彗星。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木星的轨道会略微变慢一些，但考虑到木星的质量是如此巨大，这种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科学家发现，著名的近地天体中有很多轨道的近日点都在木星附近，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早就被木星拿捏得死死的。当这些天体接近地球时，它们的轨道已经被木星调整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有些天体被弹向外太空，有些被推进太阳的怀抱，还有一些则被锁定在稳定的轨道上，远离地球的必经之路。木星就像一个掌控所有球路的台球大师，精准地决定着哪些天体该滚向哪里，而地球常常是他刻意绕开的那个洞。这不是巧合，而是数十亿年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球恰好处于一个被木星保护的位置上，而木星在数十亿年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守护的本能。当然，这种本能只是物理定律的必然结果，而非木星真的有意识地在保护我们。有趣的是，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不仅用于防守，还能用于进攻。人类发射的探测器常常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来加速、节省燃料，前往更远的目的地。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就是这样，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从地球出发，一路飞向了太阳系的边缘。这相当于木星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人类探索宇宙。如果把木星从太阳系中移除，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做过一个细思极恐的计算机模拟，模拟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把木星从太阳系中移除，地球遭受小行星和彗星撞击的频率会增加1000倍以上。1000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球将从一颗相对安全的行星变成一颗随时可能被撞击的靶子。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计算机模拟给出的冷酷结论。木星的引力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地球和外太阳系之间。没有了这道屏障，流浪的小行星和彗星可以长驱直入，直奔地球而来。没有木星的拦截，每年撞向地球的小行星数量会从现在的个位数飙升到几十甚至上百颗，其中任何一颗直径超过10公里的天体撞击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生态灾难。6500万年前的那场灭绝事件将不再是新闻，而是家常便饭。物种大灭绝将成为常态，生命将在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中艰难挣扎。更可怕的是，木星还负责维持地球轨道的稳定。地球的轨道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椭圆形状，这与木星的引力监督密不可分。木星就像一个引力锚，
让地球不至于在太阳系里晃来晃去。如果木星消失，地球的轨道可能会变得椭圆甚至混乱，轨道的偏心率会增加，四季的规律会被打破，夏天可能变得酷热难耐，冬天可能变得严寒刺骨，气候系统将陷入混乱，季风模式会改变洋流方向，会让陆地变成荒漠，也会让海洋变成冰窖。届时，别说人类文明能否延续，连简单的生命能否存活都是大问题。地球的宜居性将急剧下降，变成一颗气候多变、环境恶劣的地狱星球。这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地球的幸运不是理所当然的。木星的存在是地球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不是运气，这是数十亿年引力演化的必然结果，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幸运的庇护之下。当然，木星不可能消失。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地球的生存环境是多么脆弱，多么珍贵。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其实都是无数天文因素精确配合的结果。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让地球变成一颗不适合生命居住的星球。说完了木星的工作，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守护者的身体。木星的体积是地球的1321倍。如果地球是一颗葡萄，木星就是一个直径2米的大气球。这个比喻让你对木星的巨大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当你真正面对木星的数据时，还是会被它的规模震撼到。木星的赤道直径是14.3万公里，足够装下1300个地球。如果木星是一个空心球，它的内部可以装下大约1321个地球还有余。但这位大块头其实是个虚胖的气体巨人，它的密度比水还低，平均每立方米只有1.3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浴缸，倒满木星物质的密度大约相当于某种特殊的盐水，它会浮在水面上，而不是沉入水底。木星的自转速度快得离谱，地球转一圈需要24小时，而木星只需要不到10小时。这种急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是惊人的。想象一下，你坐在旋转木马上转圈，转得越快，你被甩出去的感觉就越强烈。木星就是因为转得太快，被巨大的离心力扯成了一个明显的扁球体。它的赤道半径比极半径长4600多公里。这种腰围超标的体型放在任何健身房都是重点观察对象。从远处看，木星的赤道处明显鼓出一个游泳圈，这个游泳圈是木星快速自转的直接证据。木星的自转还造成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的云层被拉成了平行于赤道的条纹。这些条纹是木星大气中的风暴和气流造成的，它们像是木星表面的彩绘，随着木星的旋转缓缓移动。说到木星的风暴，就不能不提那个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大红斑。这是太阳系里最大的风暴，已经肆虐了至少350年，可能更久。但我们人类观测木星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所以只能确认350年以上的存在。大红斑的宽度有多大？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宽度能塞下2-3个地球。如果你把地球扔进大红斑里，地球会在里面转好几圈都碰不到边界。这个巨大的风暴就像是一只永恒的眼睛，在木星表面凝视着宇宙。
大红斑的风速超过每小时600公里，是地球上最强龙卷风的好几倍，这才是真正的风王。而且，这个风暴的颜色在数百年的观测中发生过变化，从最初观测到的白色，到后来的棕色，再到现在的橙红色，像是宇宙中的一道伤疤，慢慢沉淀成了今天的模样。木星的大气层中存在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风暴，这些风暴此起彼伏，有的存在了几十年，有的只存在了几天就消散了。但在木星上，没有风暴能够挑战大红斑的地位。这个持续了数百年的大风暴已经成为木星最显著的标志。有趣的是，木星的大气层厚度远超地球的对流层，木星没有固体表面，大气层直接过渡到一个由氢和氦组成的液态海洋。如果你试图穿越木星的大气层，你不会遇到一个明确的地面，而会逐渐从气体变成液体，就像慢慢沉入一片巨大的海洋。这种奇特的结构让木星成为一颗真正的液态星球。木星的磁场也令人印象深刻，它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的20倍，磁层的规模更是地球的数百倍。这个巨大的磁场在木星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罩，能够偏转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保护木星的大气层不被太阳风剥离。朱诺号探测器的观测揭示了木星磁场的惊人细节，它的磁场分布并不均匀，在某些区域磁场特别强，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磁场热点。这些发现让科学家意识到，木星的内部结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如果说木星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世界，那么木星的卫星系统就是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木星拥有太阳系最多的卫星，目前已知95颗，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因为人类不断发现新的木星卫星。这些卫星像是木星的后宫佳丽，各有各的脾气和故事。木星的4颗伽利略卫星是最出名的4大天王，这4颗卫星是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的，它们的存在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木卫一，又名艾奥，是太阳系中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天体，它的表面有400多座活火山，火山活动如此频繁，以至于木卫一的表面几乎没有陨石坑，所有的旧陨石坑都会被新喷发的火山物质覆盖。木卫一的火山喷发高度可达数百公里，喷出的物质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这些火山让木卫一成为太阳系中最热情的天体。木卫二，又名欧罗巴，可能是太阳系中最有希望找到外星生命的地方。它的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冰层下藏着比地球海洋还大的液态水海洋。这片海洋被木星的引力潮汐加热，常年保持液态，水是生命之源。而木卫二拥有大量的水，这让它成为寻找外星生命的热门候选。NASA 甚至在计划专门的任务，准备去木卫二的冰层下寻找可能存在的微生物。木卫三，又名盖尼米德，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它比水星还大，甚至比矮行星冥王星也大。如果木卫三不是在绕着木星转，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颗行星。木卫三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拥有自己磁场的卫星，它的磁场虽然比地球弱，但足以在它周围形成一个小型的磁层。木卫四，
又名卡利斯托，是一颗死星。说它死，是因为它的内部地质活动早已停止，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陨石坑。这些陨石坑记录着木卫四数十亿年的挨打史，每一个坑都是一次撞击的见证。木卫四的地质沉寂让它成为太阳系中保存最完好的古老表面之一。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它的陨石坑来推测太阳系早期的撞击历史。除了伽利略卫星，木星还有一群特殊的小跟班特洛伊小行星。这些小行星被木星锁定在它的轨道上，与木星保持60度的距离，形成2个庞大的部落，一个在木星前方60度，另一个在木星后方60度。这些小行星与木星共轨运行，却永远不会撞上木星。它们在木星的引力山谷中稳定地运动着，这是宇宙中一种最稳定的邻居关系。这2个特洛伊小行星群体各有数万颗小行星，它们是太阳系形成早期遗留的化石，保存着太阳系早期演化的信息。2021年 NASA 发射了露西探测器，计划在2027年到2033年之间飞越这些特洛伊小行星，研究它们的地质组成和形成历史。这将是人类首次近距离观测这些遥远的小天体。木星的卫星系统就像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有火山活跃的世界，有冰下藏着海洋的世界，有比行星还大的世界，也有死寂的世界。它们各自独特，却又共同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气体行星旋转。在宇宙中，这样的多样性是罕见的。木星是一个矛盾体，它既是地球的守护神，也是太阳系里的毁灭之王。它强大的引力可以甩飞其他天体，也可以把它们撕成碎片，可以稳定行星轨道，也可以把整个行星系统搅得天翻地覆。木星这种矛盾的性格，在它的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几十年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木星可能是太阳系行星迁移的关键推手。这个理论认为，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木星曾经在太阳系里横冲直撞，它利用自己的巨大引力，把天王星和海王星推到了更远的轨道，把柯伊伯带的天体甩得到处乱跑。这个理论还能解释一个太阳系历史上的谜题：火星为什么这么小？按照太阳星云中物质的分布，火星的位置应该能够形成一颗像地球一样大的行星，但实际上，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1/10。科学家推测，木星的迁移可能扰动了内太阳系的物质分布，让火星吃不饱，最终变成了一颗小个子行星。更令人震惊的是，木星可能还曾经把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撞飞出了太阳系。这颗行星被认为是地球形成时的重要参与者，它可能携带了大量的水，在撞击地球后将自己的物质留在了地球上。换句话说，地球上的海洋可能就是这颗流浪行星的馈赠。这个理论让人细思极恐。地球之所以能形成今天的样子，可能正是因为木星在数十亿年前的一次横冲直撞。木星的引力扰动消灭了一颗可能的竞争对手行星，却让地球得以茁壮成长。木星既是潜在的破坏者，也是地球诞生的功臣。这个矛盾的统一，正是宇宙的奇妙之处。木星的引力还会周期性地扰乱小行星带，
触发所谓的小行星雨。木星的引力射动会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更多小行星涌入内太阳系。这些小行星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近地天体，威胁地球的安全。也就是说，木星的守护并不是绝对的，它偶尔也会放水，让一些漏网之鱼溜向地球方向。6500万年前的那颗小行星，可能就是木星不小心放进来的访客。这大概就是宇宙的中庸之道吧。没有完美的守护者，只有利弊相抵的平衡。这种矛盾性让木星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人，而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引力塑造了太阳系的今天，既保护了地球，也曾改变过地球的形成过程。理解木星的双面性格，就是理解太阳系演化史的一把钥匙。人类对木星的探索热情，几乎和对月球的热情一样疯狂。从1973年的先驱者10号开始，人类就拉开了探索木星的序幕。先驱者10号是人类第一艘穿越小行星带的飞船，也是第一艘近距离拍摄大红斑的探测器。它在1973年发射，1974年飞掠木星，传回了第一批木星近距离照片。这些照片让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木星大气的细节，那些条纹，那个大红斑，那些风暴，都在这张照片中变得清晰可见。1989年，伽利略号探测器发射升空。伽利略号在木星轨道工作了8年，发回了大量木星及其卫星的详细数据。它详细观测了木星的大气层结构，研究了木星卫星的地质特征，还向木卫2投放了一个探测器，测量了木卫2表面的化学成分。伽利略号让人类对木星系统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2016年，朱诺号探测器抵达木星。朱诺号的任务是透视木星，它用微波辐射剂探测木星大气的深层结构，揭示了这个气体巨星内部的惊人秘密。朱诺号的观测发现，木星的氨云层分布比预想的更加复杂，木星的极地存在着巨大的气旋风暴，磁场分布也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均匀。朱诺号还发现，木星的核可能并不是一个固体核，而是一个由重元素组成的模糊核。这个核可能比地球的质量还大，但边界并不清晰，像是一团逐渐稀释的物质。这个发现让科学家对木星的形成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在伽利略号和朱诺号之间，还有多艘探测器曾经造访木星。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在1979年飞掠木星，他们发现了木星环的存在。虽然木星环远不如土星环壮观，但确实存在。先驱者11号也在1974年飞掠木星，测量了木星的磁场和辐射环境。目前 NASA 正在计划一个新任务，名为欧罗巴快船。这个任务将专门研究木卫2，寻找外星生命的迹象。如果木卫2的海洋里真的有鱼，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那木星就是那条鱼的宇宙月嫂，保护着一整个可能存在生命的海底世界。这个任务预计在2024年发射，2030年抵达木卫2。人类对木星的探索还在继续，每一次探测器传回的数据都在刷新我们对这颗巨大行星的认知。我们发现，木星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神秘。它的内部结构、大气动力学、卫星系统都还有太多未解之谜。而人类对木星的探索热情背后，
其实藏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我们知道，木星一直在保护我们，用探测器去拜访它，就像是去探望一位从不求回报的老朋友。